长安打算让他们夫妻俩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。跟着长安混3天饿9顿，前几天银狼夫妻还能吃个7分饱，后来就只能吃个半饱。再后来，长安他就开始不做人了，比他们狼还畜生，竟然让肉食动物吃素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这还真不能怪长安，他空间冰库里储存着的那些野味都给银狼夫妻吃完了，他们一顿吃的又多，冰箱也重置不过来，这不就让他们吃素了？他和老六爹都没肉吃，只能吃大闸蟹和虾呢。长安在银狼夫妻的眼里看到了鄙夷，然后就看到银狼抬起前爪，把一朵西兰花踹出去老远。踹走西兰花，银狼就带着媳妇儿一起进山。长安摸摸鼻子，出去捡起西兰花回屋。闺女儿，天气这么冷，咱们吃火锅吧。行。长安拿出锅和火锅料，然后又用排骨炖了一锅排骨汤。等锅里的火锅料煮开，就把排骨汤加进去。毛肚、羊肉、牛肉，还有各种蔬菜摆了满满一桌。父女俩在家里悠闲地吃着火锅，银狼夫妻俩在山里狩猎。然后这俩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矛盾，银狼被他媳妇儿按着捶了一顿。冬天的晚上，天黑得早，长安和顾老六等了许久都不见银狼夫妻回来，就以为他们回山里不会再回来。半夜时，他们听到院子外有狼嚎声，门还被抓得吱吱响，听得让人牙疼。顾老六穿好衣服出去给他开门，打开门就把顾老六给惊到了。只见银狼夫妻又带了一对夫妻狼回来，他们身边还躺着2头死了的大野猪。银狼抬起爪爪拍了拍野猪，低嚎了一声。顾老六诡异地懂了他的意思，他们自带干粮，继续把原来那屋子给他们住。他让开路，银狼他们合力把野猪拖进院子里，然后他又嚎了2声，想让顾老六帮他杀猪。今天太晚会吵到我闺女睡觉，明天再帮你们处理。银狼抬起高傲的头颅，然后被他媳妇儿一爪拍了下去。夫妻俩领着另一对狼夫妻回了灶房。顾老六搂了一把干草跟进去，给另一对狼夫妻另外铺了一张床。第二天天刚微亮，银狼就在顾老六房间的窗户下嚎，叫他起来杀猪。顾老六看了下外面的天色，天刚蒙蒙亮，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别嚎了，你也不看现在才什么时辰，别吵到我闺女了，不然把你们全赶出去。银狼听到顾老六不耐烦的声音，有些委屈地回了灶房，眼巴巴地等天亮。好不容易等到长安起床，还得等他们吃完早饭。做长安坐骑那段时间吃的是处理好的肉，后来回到山里又是吃带毛的猎物，让他开始有些难以下咽。这多少有些埋汰，所以忍受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带着媳妇儿来找长安了。昨天又把大舅哥和他媳妇儿一起接了过来，现在狼在屋檐下还拖家带口的，只能忍着。吃过早饭，顾老六帮银狼把野猪收拾干净，还坑了他们3斤左右的五花肉，给他闺女儿炸酥肉吃。我们人类讲究的是礼尚往来，我帮你杀猪，你送我一块肉，咱们的友谊才能长久。银狼茫然，不过那块肉不多。然后他歪了下头，用爪爪拍了下猪腿，表示可以再送一个猪腿给他。不用，这些就够了。4匹狼，2头野猪也不太够吃，还是给他们多留点吧。顾老六帮他们把野猪肉一块块分好，给他们放到灶房里，让他们慢慢吃。2人4狼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倒是出奇的和谐。银狼他们的猎物吃完了就会自己出去狩猎，没再让长安养过他们。他们每次出去还能给长安带点回来。有次回来看到长安在切大白菜，他上前一爪拍开，扔了只野鸡给他。长安好像在他眼里看到了怜悯。这次银狼他们出去捕猎都有10多天了还没回来，这让长安有些担心。以往去个7、8天就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。而被长安担心的银狼，他们这次走得有些远，还遇见了一个受重伤的人。
银狼上前查看一番，是和顾老六一样的两脚兽，就想一起给捡回去。他媳妇儿上前又是按着他一顿狂揍，揍完还骂了他一顿。银狼嗷呜两声看向大舅哥，他大舅哥正跟媳妇儿深情对视，没空搭理他。在媳妇儿的武力镇压下，他只好带上猎物出山。受伤的男人就这样被两对狼夫妻给放弃了，脸色冻得青紫的躺在雪地里。在顾老六准备出去找他们的时候，银狼正好带着全家扛着猎物回来。他见到顾老六还嗷嗷叫了两声。这次顾老六跟他互通信号，以为他是要他帮忙拿猎物。顾老六把银狼背上的野鸡野兔拿下来，走进院子里，熟练地帮他们杀鸡宰兔，然后又非常熟练地坑走一只兔子。他们这边岁月静好，小渔村却迎来了动荡。一群难民涌进村里，大肆抢夺。万科虽然有武力在身，但也保护不了全村人。他让家人带上重要的家当上山躲避，然后自己往村子里跑去。方伯，是我，万科，请您开一下门。小万，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你娘他们呢？方伯放心，我娘他们进山了，您快带上两个孩子，我送你们去我家那边，从那里上山，可以和我娘还有兄长们会合。把祖孙三人送到山脚下，万科又回了村里。此时有些村民家里已经遭了难，村子里火光冲天，村民们的哭喊声响彻这方天地。难民没有找到多少粮食，就抓了一些孩童，有的当场就被杀了，年轻女子也抓了不少。万科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双目通红，他提刀冲向那些难民。万科再厉害，也厉害不过300-400人的围攻。眼看就要不敌，村民们突然有了对抗的勇气，手拿各种农具加入战场，最终以伤敌人1000自损800的战绩，小渔村的村民险胜，难民暂时被打退。李正决定把村子迁徙到山里，村民们也顾不上悲伤，逝去的人已经无可挽回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。李正高举火把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都快回去收拾收拾，我们马上离开这里，进山。进了山的小渔村人没有在外山停留，一直往深山走，有什么困难都是村民们团结起来一起克服。当然他们也不敢往太深的地方走。等翻过3座山脉后，寻了一处有水源的地方就停了下来。村民们互帮互助，1个月的时间，这座杳无人烟的深山就建起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村落。万科安顿好家人，想着顾老六应该也是住在海边小村子里，担心他们会不会出事，他便跟家人说了一声，就带着干粮背着大刀出山找顾老六去了。而被他担心的顾老六父女俩吃好睡好玩好，经常坑银狼一家出去打猎。父女俩在家里抖啾啾。那些难民也想过，既然海边有村庄，那别的地方是不是应该也有？然而他们找了2天后，发现没有，连一条能走的路都没。顾老六走过的痕迹早被大自然抹平，他们但凡再有耐心点，继续往前找，还真能找着人。难民们转战镇上，然而镇上可没有小渔村那么好攻克，镇上人多，镇长在知道有难民抢村子的时候，就安排了严密的守卫，住在镇上的百姓也是空前的团结。再说万科，原本他是要去找顾老六父女俩的，哪曾想在山里捡到个受重伤快冻死的人，这一捡又耽搁了他7-8天时间。想着都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老六要是会出事儿，那么父女俩早就凉透了，他找过去也是白搭。然后又想了下自己好像打不过顾老六的事实，也就稍微放心了点。他把捡来的人先带回村里，确定他没事后，又带上干粮出门。顾老六家有些难找，他在山里都转悠得晕了。走出山后是大海边，他沿着海岸线找了几天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就跟隐身了一样。万科走后的第3天，他捡回去的那个男人就被他的下属找到了。属下来迟，请主子降罪。行了，
恕你们无罪。这山连着山的，你们能找着我就不错了。查到怎么回事了吗？外界谣传二皇子与五皇子是被调包了，当初死的那个是二皇子，并非五皇子。五皇子带着盛家兵权被流放，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找主子您。若不是现在身体不允许，少年真想跳起来大骂，什么玩意儿啊！他大了五皇子3岁，他们是怎么统一做到睁眼瞎的？二皇子姬贤君摸摸自己的脸，问下属：我长得很小吗？这该死的问题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行了，恕你无罪。是，主子您比同龄人看上去还要大上几岁。知道自己现在成了一个麻烦体，姬贤君怕会给村民带来麻烦，想尽快离开。他从下属那里要来银子给万科家留下，然后就让下属立即带着他离开。还在外面找顾老六的万科此时是崩溃的，竟然有狼向他打劫。对，你们没听错，有4匹狼打劫他。把你的猎物留下才可以走。万科看他们不伤人，就把猎物给了他们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就这样一直跟着他，他每打一个猎物，他们就要上前要，不给就抢。阎狼一家那是相当开心，今天遇到个傻子，他们不用自己打猎了。然后森林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，一个人类在前面打猎，4匹狼跟着抢劫。你们别跟着我了，我不打猎了。万科以生平最快的速度离开，他想回家，外面的世界有些可怕。银狼带着猎物回去，顾老六看出了今天猎物的不同。你们遇到人类了？饿狼看看天，看看地，就是不看顾老六。顾老六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个问题，把猎物都处理好，拿了属于他的报酬就回屋了。他肯定不知道，他今天吃的野鸡是万科猎的。冬去春来，银狼一家还没打算回归山林。都化冻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化冻后，他和老六爹都很忙，没有时间帮他们4个收拾猎物。银狼嗷呜一声，转了个身，用屁股对着长安，拒绝沟通。得嘞，这4只是赖上他们家了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带我们进山找果树去吧。2人4狼一起进山，他们一直往深山走，路上遇到些刚发芽的野果树，不过都不是他们要找的。银狼不知道长安要找什么样的果树，见他一直没看到满意的，也耐着性子给他们带路。在山里转悠了2天，终于在一处山涧找到了桃树。至于能结出什么样的桃子，长安也不知道，他直接连土带树收进空间里。爹，我们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别的。行，看一下有没有榛子树。榛子也能当做粮食，顾老六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囤粮。他们一路找，顾老六一路打猎，长安空间里的肉又得到了补充。在山里转悠了7、8天，找到3棵桃树，2棵李树，榛子树没找着，野生板栗倒是找着2棵，不过都是在很深的深山里找的。看着差不多了，长安就让银狼带路回去。房子靠海的那边种上了果树，等到暖春时它们就会开花，然后结果。当然这些都是长安想象的，刚移栽的它们能不能开花结果，长安也不了解。父女俩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，有时他们还要抽出时间去赶海。他不是有多想吃海鲜，就是享受那种捡的过程，这算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。种地累了就去坐船当作是休息，休息了2天，又活蹦乱跳的开始专心造船。长安有个大胆的想法，这船造的也挺大的，要不增加个娱乐项目，出海看洋人去。他们生活安稳，还有时间琢磨着出海的事儿。山外的世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，天天都在上演着大鱼吃小鱼，而对于百姓来说，就是天天都是要命的事故。
许多人往大山深处逃。他们觉得现在的人与深山的猛兽相比，猛兽都变得和蔼可亲起来。外界已经成为了什么样子，长安不知道，猜也能猜出来，无非就是狼烟四起，还有周边小国也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捡漏，说不定捡着捡着就捡成大国了呢。长安现在只对他的1亩3分地感兴趣，他在地里巡视了一圈，总感觉不安全的样子。爹，我们给种了农作物的土地也用篱笆圈起来吧。郭老六也跟着看了一圈，觉得闺女儿言之有理。他辛辛苦苦种的地，要是被下山的动物霍霍了，可咋整？第二天，父女俩就开始砍树、打桩、圈篱笆。银狼一家看他们忙得又顾不上他们了，很懂事的没有上前闹他们，每天带着媳妇儿和大舅哥去海边。见过长安捡海鲜回家，他们也有样学样。然后银狼在捡螃蟹的时候被钳子夹住了嘴，他嘴上吊着只螃蟹，在沙滩上跳脚嗷嗷叫。他的媳妇儿和大舅哥夫妻俩排排坐着看他表演，这可真是亲媳妇儿啊。长安的篱笆圈了2/3的时候，他们的小山谷迎来了一家人。老六，可算是找着你了。万科拖家带口，还带着行囊一起出现在长安家门口。这会儿恰好长安不在家，他和银狼一家4口进了山里，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能生长出木耳的腐木。顾老六放下手里的活儿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顾老六提出水壶，给他们每人倒了碗水。这不是上次我救了个人，结果惹了点麻烦，村民们逃跑时都走散了。说到这事儿，万科脸色就特别难看，还有愧疚。若不是他把那人带回去，村民们住在山里也不会惹来杀身之祸。那你就不怕给我带来麻烦？万科脸色一白，他一时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想着顾老六武功高，应该是不怕那些人的。可他没想过顾老六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，在外人眼里，长安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。对不起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呀，小顾，是我们思虑不周了。大娘，该说抱歉的是我，这里您也看到了，没有可安顿的地方。再一个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闺女儿，若是只有我一个人倒是无所谓。现在这世道不兴做好人好事儿，不然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这话他是对万科说的。顾老六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大概的猜测就是万科救了不该救的人，给他们自己以及村民们带来了杀身之祸。他可以还万家人的人情，也仅限于还人情而已。这样的人情并不需要他置危险于不顾的去还。顾老六进屋里拎出小半袋大米，有30斤的样子。你们就算在这里定居也不安全，不如往远处走走，说不定走得远了，那些人就找不到你们了。万科接过这小半袋大米，他们现在确实缺粮食，若是往别处走，这就是救命粮，所以他没有拒绝。万家人跟顾老六辞别，带着万科一起离开。看到他们离开，顾老六立即出门，把万家人来这里和离开这里的痕迹抹除。想着现在山里也不安全，他又匆匆进山去找长安。山里4狼1人，走走停停，到处寻找，然而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季节不对。既然找不到，那就回去吧。银狼没有听长安的，带着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棵野果树，上面挂满了青色的果子。长安上前仔细看了一眼，竟然是野梨。现在过了种果树的季节，等果子成熟了我们就来摘，明年春天再把它移栽回去。他空间里种不下这么大一棵果树，只能先放着了。像是听懂了一般，他驮着长安就出山了。等长安回到家里，发现老六爹不在家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想着他那不太靠谱的方向感，长安拍了一下银狼的头。
去看看我爹在哪，带他回来，那是你们长工，丢了可就没人帮你们收拾猎物了。银狼唰的一下跑了出去，直冲山里找老六。长安继续老六爹还没完成的篱笆，直到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海平面，还没见到老六爹和银狼回来。想着有可能是在山里打猎耽搁了，他去菜地里摘了2条青瓜，晚上准备做个凉拌青瓜吃。当天地间最后一点亮光消失在海平面，老六爹和银狼也还没有回来。长安把做好的饭菜放进空间里，然后就跑到院门口等着。可是等了有1个时辰，还是没见他们回来。长安便问蹲坐在他旁边的银狼媳妇儿：“小白，你夫君会不会也在山里迷路啦？”小白不耐烦地刨了2下地，唰的一下也窜了出去。他要去找他那不靠谱的夫君。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老六爹回来，反而等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一群黑衣黑脸巾的人只露出2个眼睛，见到陌生人过来，银狼大舅哥大白带着媳妇儿挡在了长安面前。他们龇牙威胁那些人不能靠近。大白仰天长啸一声，他媳妇儿大辉也跟着仰天长啸。前面的黑衣人脸色骤变，当然他们变不变的长安也看不见，只能从惊慌的语气中听出。糟了，老大，那2匹狼在召唤同类。别废话，快去把那个小姑娘带走。2个黑衣人向长安冲过来，伸手就想抓住他。长安运起轻功，急速往后退，险险避过去。大白和大辉一跃而起，扑向2人。被召唤过来的狼也在这个时候到了，一大群狼瞪着绿油油的狼眼，盯着人类。大白又是一声长啸，狼群闻声而动。那群黑衣人见狼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打得过这么多狼。长安见他们想逃，就在这个时候放雷拦截，把一群人劈得半死不活。狼群畏惧雷电，都远远地躲开，不敢再上前。顾老六和银狼夫妻一起回来时，就看到满山遍野的狼和家门口被雷劈得正冒烟抽搐的黑衣人。院子里还躺着2个，他们4肢扭曲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。顾老六大惊，立即跑上前检查闺女儿是否受伤。闺女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呢，这些人一来就想抓我，脑子就像跟有什么大病似的。长安狠狠地踢了一脚离他最近被劈得外焦里嫩的人，然后他又指了指院子里躺着的那2个。这俩还能说话，可以审问一下。顾老六把卷成团的外衣给长安。闺女儿，你先回屋，外面我来处理。我可以帮忙。哎呀，不用，快回去。银狼和小白帮忙，大白，把你的朋友们送回山里去。银狼、小白、大辉，帮忙把这些人一起拖到下面海滩上去。大白送走召唤过来的朋友们，也跟着一起拖人。1人4狼，来来回回好几趟，才把黑衣人都拖下去，把那些人身上值钱的东西搜走，包括武器，还搜出好几瓶毒药。被雷劈的都拖到一处隐蔽的岩石后，直接丢进了大海，留下被狼咬伤和打残的2人。顾老六拿出剑，一剑挥出，其中1人的左耳被削掉。那人痛叫出声，血红的眼睛痛恨地看向顾老六。是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？黑衣人紧咬牙关，一声不吭。顾老六又是一剑砍了他的手掌。每挥一剑，顾老六就要问一遍，他若说不出，就继续挥剑削他。那人硬气得很，都削成人棍了，出气多进气少，他还是不愿意说。顾老六便直接把他给骗了，他的剑转而挥向了另1人，这次是先砍了那人的脚掌。见他还是不愿意说，就直接开始骗他了。顾老六削到一半时，那人便受不了，求死。求求你，让我死，我是万科救了5皇子。
他把五皇子藏起来了，我们查到他来了这里就没了踪迹，我们就想抓个人来问问万科的下落。顾老六满脸问号，什么玩意儿？万科藏了五皇子？不可能，他有藏人还用跑，直接把人交出去不就好了？可这又关他们什么事儿呢？他都把痕迹清理了，他们还能查到这里来，为什么就查不到万科离开了呢？是以为万科来投奔他，觉得他们关系好，可以抓个人来威胁万科交出五皇子吗？把这人拖到刚才那处去，扔进海里。等英郎走后，顾老六开始清理沙滩，一边清理还一边可惜，这海鲜恐怕是不能吃了。收拾好现场，顾老六去小瀑布下冲了个冷水澡才回家。长安一直忍到第二天才问：爹，昨天那些是什么人？一群无关紧要的人，以后遇见这样的就往死打。他没有具体说是怎么回事。吃过早饭，就把昨天团着的那件外衣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根白白胖胖的人参。闺女儿，给你收好。长安接过看了一下，他分辨不出是几年份的，但是他看得出来这人参品相极好。他想，其实老六爹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吧。见长安收好人参，顾老六就扛着锄头出去了，先把昨天被狼踩坏的装甲移植好，然后继续去把没围好的篱笆围上。下午时，顾老六开始在周围挖陷阱，做机关暗器。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隐居之地又被万科给破坏掉了，刚建起的家也不可能说扔就扔，只能想办法应对。忙忙碌碌4-5天，他们家的周围都布满了暗器陷阱，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拨人，顾老六处理了好几批，只是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让他们烦不胜烦。顾老六就决定出去走一趟。长安不放心他，也要跟着一起去。本来顾老六是不想让长安跟着的，他是去处理那些打扰他们生活的人，特别的危险。然后又想了想，要是他不在家，后面来的人多了，长安会更危险，带上反而更安全。让阎王和大白他们看家。长安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收进空间里，只留了个空间在这儿。长安和顾老六沿着海岸线向外走，路过小渔村，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套好骡车，他们日夜兼程，绕过小镇来到最近的城池。父女俩观察了半天，终于摸清了守卫的换班规律。他们就是趁着这个空档，再走错2次方向后，来到了城主府。长安和顾老六在东院找到了现任城主。他们到时，他正和美人在做着番茄会员都不能看的事儿呢。顾老六立即捂住长安的眼睛和耳朵，脸色黑沉如墨。他们躲远了些，在暗处等了半个时辰，再过来时鼾声震天。长安先打昏了女人，顾老六干脆利落的一剑结果了城主。房间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被长安收进了空间，然后他们又找到书房，同样把之前的东西收走。顾老六看了城主的笔记，拿起纸笔模仿城主写了张小纸。五皇子在岭南。他把纸条夹在一本书上，刻意留了点尾巴出来。父女俩开始在府中到处点迷烟，等把全府的人都迷倒之后，长安就开始大肆搜刮。砖瓦门窗都装了些进空间，除了前院，整个后院都被父女俩拆了。前院不拆是因为在书房里放了那张小纸条，还要等别人来看呢。天将亮时，父女俩急匆匆离开县城。他们刚出来，就看到个鬼鬼祟祟的人围着他们的骡子转圈。这人包得跟个老嫂子似的，嘴里一直在嘀嘀咕咕的。父女俩悄悄走近，侧耳去听。这骡子耳朵一只长一只短，这样奇怪的骡子我只见过一头，好像是那对父女的骡子，就是这样的。骡子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主人呢？顾老六抬脚一踹，那人摔了个狗吃屎。谁这么缺德？
踹人不踹屁股，不懂吗？男人的头巾掉落，他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来。父女俩这才看清这人是谁。要找的人不在这里。有圣三在这里，长安不好把车厢拿出来，郭老六就把长安拎上骡子背上，没管圣三，牵着骡子离开。看着父女俩离开，圣三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，就跟了上去。你们要去哪？我跟你们一起好不好？不行。你们不需要管我吃喝，我只跟你们同行就成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如果要跟着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好吧。圣三被他森寒的语气吓了个机灵，他就站在原地目送顾老六父女俩离开，然后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。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，长安就把车厢拿了出来。爹，杀手盟在梁城，梁城是在哪个地方？顾老六转圈看了会儿，有些晕，他踢了一下骡子。哎，你说往哪个方向走才是梁城？骡子朝他喷了口气，然后抬脚想踹他一脚，被顾老六躲开了。不过他们运气好像还不错，随便选了个方向就是去了梁城的路。路上还有些从别的城逃出来的难民，跟着他们走应该不会错。走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们来到了梁城外的九曲山，杀手盟就隐藏在九曲山中。他们乔装成进山打柴的村民，找了2座山都没找着。长安站在山顶向下望去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被云层遮挡住了视线。爹，我们去悬崖下面看看。父女俩下山，从另一侧再进山。悬崖下怪石嶙峋，越往里走路就越窄，走过那段窄路就豁然开朗。前面是片槐花林，这让长安有种想换地方隐居的冲动。别人看到随风飘扬的白色花瓣，肯定是惊叹好浪漫啊，而长安和顾老六看到就两眼放光，这玩意儿能吃，可蒸可炒。进入槐花林，顾老六先一步走在长安面前。闺女儿，按照我的步伐走，这里有个小型的9宫八卦阵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爷爷以前有教过我。闺女儿，进1退2，千万不能走错了，错一步我们就要重新破阵。他们用了2刻钟时间走出槐花林，外面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们。有客人远道而来，杀手盟蓬荜生辉。我们是来讨个公道的，不知前辈是杀手盟的什么人？你们想如何讨这公道都行，老朽不会管。说完他便抚须离去。父女俩对视一眼，怪人。既然老人不会管，那他是谁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。往前走了大约半刻钟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寨子，一点都没有长安想象中的那种牛逼哄哄的气势，倒像是农家小院。这反差把长安给整不会了。这年头的杀手都这么会生活的吗？错落有致的茅草屋，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着蔬菜，还养了几只鸡。已是晌午，屋顶炊烟袅袅。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寨子里，大家也顾不得做饭了，手上拿着锅铲的，也有拿着扫把的，更有人手里还抓着一只鸡，捏着2颗青菜的。他们全都从家里飞了出来，上屋顶的上屋顶，爬篱笆的爬篱笆。长安和顾老六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包围了，他们个个面露不善，眼含杀意。父女俩淡定得很，顾老六直接拔剑。谁是杀手盟的盟主？所有人一听是找盟主的，个个都恢复懒洋洋的状态，各回各家忙活自己的事情去。砰的一声，一个中年胖子被人扔在了顾老六面前。那人走时还说了一句：这个就是盟主，有什么事就找他，啥事他都能扛。中年胖子在地上扑通了2下才站起来，这真的很幻灭。说吧，什么事啊？是要加入杀手盟吗？让你们去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是谁发的？
什么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？为何要去杀人家妇女啊？盟主跳了2下脚，急急解释，这不是他们的锅，不能背。然后他便大吼一声：你们有谁接过去刺杀一对妇女的任务？他刚吼完，寨子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声音。没有，我都半年没开过张了，应该没有这么缺德的人。盟主严肃地向顾老六保证。你放心，不说谎是我们杀手盟的人为数不多的优点。你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查出来，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若是还有人说是你们杀手盟的人来找我，那么你们杀手盟就如此数。顾老六用了10成的功力，把寨子门口那棵要4个成人合抱才能圈住的古树一剑劈成2段。我的个乖乖！盟主吞了吞口水，忙不迭点头。这位兄弟一剑能劈大树，他们杀手盟武功最强的，没个2剑也是劈不断的。不用问怎么知道的，问就是他干过。寨子里不止1棵这样的大树，当时就可尴尬了。警告过杀手盟，顾老六就带着长安离开了。出了九曲山，他们便往梁城而去，发现没有前几天那么严了，梁城竟然开了城门安置难民。长安上前打听了一下，发现梁城县令好评如潮，想着既然这样，那就在梁城休息一晚再走吧。长安和顾老六找了家看上去生意还不错的客栈，他们入住当晚，梁城就迎来了敌军攻城。县令早有防备，敌军来势汹汹，一时竟也奈何不了梁城。长安他们被困在了城里。爹，昨天我们不该进城的。别急，应该耽搁不了多久。他们这一耽搁就是7、8天，最后是城外的敌军粮草补给不及时，他们耗不起，这才退兵离开。父女俩又多等了1天才离开梁城，而这些天里，他们也打听到了梁城县令的一些事儿。梁城县令其实是3个月前才上任的，他原本是一名守城兵，因看不惯前县令在乱世鱼肉百姓，他便取而代之。现在这种时期也不需要什么朝廷任命，而是能者居之。长安和顾老六离开梁城去了景王封地。长安想着早知道他们还要走一遭回头路，一开始就得去把景王给摁死。算了，说这些都没用了。若不是万科那不靠谱的，他们其实也不用走这条回头路，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呢。他们日夜兼程，一路问路，到了岔路口都不敢走，生怕走错浪费时间。爹，我们应该把野狼给带出来的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要不还是让骡子选。父女俩相视而笑，觉得这个方法可行。顾老六拍了拍骡子的背，哎，你快选一条路，我们能不能到瑶州就全靠你了。不知道骡子有没有听懂，他根本就没选择，头朝哪边就走哪条路。父女俩就当他选了，心大得很。事实证明，有时骡子比这父女俩靠谱，就算是全靠运气，骡子的运气也比他们好。1个月后，他们到了瑶州城外。瑶州城比其他地方更加严格，除了必须有路引和户籍，进城时还不能携带任何武器，就算是锋利的农具也不可以带进去。顾老六身上藏着3把剑、2把匕首、5支飞镖、5包迷药，全拿出来交给了长安收起来。长安很想问老六爹，他身上带这么多东西不重吗？瑶州城里走在街上的大都是妇人，个个愁眉苦脸的，也不知他们在愁啥。找了间僻静的客栈住下，不同以往，他们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先收集情报，打探好路况，3天后的深夜才去景王府。景王府的北面有5只狼犬，凶狠得很，不过也只有这个地方守卫最薄弱。长安用涂了迷药的烤肉把5只狼犬引过来，然后全喂给了他们吃。1刻钟后全部放倒。他们先收了景王府的库房，然后再去找景王，点他昏睡穴、哑穴，然后废他4肢，毁了他的容，一套流程下来行云流水。
再把主院值钱的东西全部收走，抹除他们来过的痕迹，然后又去了景王的书房一通乱翻，再点了把火。这边点完火，他们又转战厨房，把用得着的东西都收走，继续放火。景王府里兵荒马乱的救火，然后又发现他们的主子出事了，接着又是库房被盗。管家见势不妙，立即收拾东西悄悄跑路。长安和顾老六把各个院子里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之后，就趁乱离开了景王府。第二天，景王府里的人都知道主子被废，府里现在穷得只剩土了。景王府大势已去，府里的护卫们大都离开了，景王府被丫鬟仆从们重新分配，从景王府变成了无家可归之人的庇护所。瑶州新上任的城主默认了这一行为，让人把景王府的牌匾摘下，重新换了一个收容堂的牌匾上去。景王的死没人当回事儿，除了他的几个亲信想找凶手，没人愿意搭理他们。由此可见，景王是真不得民心。长安和顾老六在瑶州城待了5、6天，看到新上任的城主处处为百姓着想，把曾经被景王害得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安顿好，他们便放心离开了。这个城主若是个跟景王一样的人，他们是打算再薅一波新城主的，可惜人家没给他们这个机会。父女俩把那些不当人的势力都薅了一遍，长安的空间都塞满了，想着南方还有几个大势力，但是他们现在去不了，太远了，秋收前赶不回来。最重要的是他这空间得升级呀，但找不到那个大爷，长安也没办法。爹，咱们可以躺平了，就算是不种地，咱们的粮食都能吃到死，还不一定能够吃完。顾老六一听这话，两眼放光，还有这种好事儿呢？那咱们就不种地了。除了种地，咱们现在也没事可干，那就先种着玩吧。等以后搬出山，咱们就再开一家粮食店。闺女儿，爹老了，爹想提前养老。我也想要提前养老。闺女儿，你才11岁啊，这个老养的是不是有点太早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能告诉他前世5岁就想着跟外公一起养老吗？连学他都不想上，天天想着养老的美好生活。关于养老的问题，父女俩讨论到最后，变成了老六爹继续种地，长安可以躺平，真是笑出强大了。出来好几个月，他们决定回去了。原路返回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原路该怎么走，这让长安很蒙圈。他非常怀疑他们还能不能找到家呀。顾老六信心十足，闺女放心，我都记着怎么走呢。这让我更不放心了。两人一骡子悠哉悠哉地走着，然后他们一不小心误入了人家的战场。人家打得好好的，旁边山坡上突然出现两人一骡子，3个吃瓜群众。双方将领心想，这仨憨批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都沉默片刻，然后就有人过去找他们。别说还挺人性化的，人家表示不愿意伤及无辜，请他们速速离开。其实他们的规模并不算大，不过刀剑无眼，还是要注意些的。顾老六赶着骡子，带着闺女儿原路返回，离开此地。想到一开始走的山路，顾老六就想要不再走一遍。爹，首先你得要找着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条路。路都长得一样，这让我怎么找啊？长安比他靠谱一点，最起码大致的方向他还是记得的。他们磕磕绊绊走了10多天，终于是找到了一开始上山的那条路。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，他们如何才能在山里走对方向呢？以前走过的痕迹早被大自然抹平了。先走着，说不定还能在山里碰见银狼他们。顾老六乐观得很。我是把10辈子的山就在这2年爬完了。在深山里，他们竟然看到了人烟，7户人家，他们正在挨着水源开荒。见到顾老六和长安，他们以为这父女俩也是进山找地方安家的。有人和善地上前询问。
兄台是在找地方安顿吗？这里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是多落户一家也是没问题的。哈，多谢大哥，我们已经找好了地方，只是刚好路过此地。辞别这位大哥，父女俩往另外一座山走去。攀过另一座山，他们就看到了动物活动过的痕迹。顾老六仔细辨认了一番，发现是狼。他猜测应该是家里那4只厚皮狼。顺着他们的痕迹，父女俩走了5天，终于回到家里。他们离开后应该还有人过来，地里的庄稼破坏了点，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。家里的卫生搞好，就开始上地里除草。他们的庄稼长得好不好都是随缘。自从知道老六爹在沙滩上超度了一些人后，长安就没去赶海捡海吃了，多少有点膈应。长安划出块小空地挖池塘，他想养点淡水鱼吃。然而鱼苗是个问题，除完地里的草就着手挖池塘。地方不大，也就50平方的样子。长安去山上砍那种细长的小树，用来做池塘的篱笆。想着这池塘费劲挖了一场，不能只养鱼吧，再种点莲子。这会儿又体现出那个大爷的重要性了。长安继续召唤他：大爷大爷，呼叫大爷，你要是一直不搭理我，那我就懒得管你家老六啦。这句话刚落地，老头立即就出现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想要什么？长安不用看，老头的脸肯定是笑成一朵菊花状。给我把空间升级一下，再给我找一下淡水鱼苗和莲花种子。鉴于你们在逃荒途中救了这个位面的气运之子，空间升级就当作是给你的奖励。鱼苗和莲花种子我直接给你投放到外面的池塘里。长安有些懵，他们什么时候救了气运之子啊？想了半天也就想到长乐更像，总不可能是于三吧。只有救长乐赚到了功德，所以一定是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我救了他有双层奖励，为什么到现在才给我啊？本来是没有的，算是。长安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。大爷，说话说一半容易喝水呛死。嘿嘿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老头装杯，不愿意再说下去了。哼，你看我信不信？我就不说，你爱信不信。走了，以后没啥要命的大事别找我。不等长安说话，老头就快速离开，就怕慢一会儿长安又想要他去干什么。长安进空间看了一下，确实是升级了，但是别墅面积没变，多了前后院2块土地，一块地400平的样子，还解锁了车库，里面空空如也，300平的车库可以用来当仓库。长安直接把堆放在客厅里的砖瓦门窗，还有各种桌椅板凳，用意念全放进了车库里。粮食也放了一半过去，别墅里一下就整洁多了。他试了一下前后院浇地用的水龙头，全都能用。但是长安觉得好像除了那个车库外，这些地也没啥用。要种地他不会在外面种吗？不过有好过没有是吧？看完空间里的变化，长安就去了外面的池塘。顾老六在那里围篱笆，刚才他眼睁睁看着池塘里凭空出现10多条3指大的淡水鱼，然后又眼睁睁看着池塘里突然发芽生长的莲花。他咽了口水，想着这可能是跟他的小仙女闺女有关。他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向着不同的方向各拜了3拜。长安到池塘这边来时，他刚拜完。这时金山打猎的银狼一家回来了，他们嗷呜嗷呜的叫，听上去好像很开心。你们遇到了啥好事啊？长安捡起银狼用爪子推过来的野鸡，摸摸他的头，问道。银狼前爪刨了2下地，长安没看懂。顾老六走过来说了句：你们是发现了我上次挖的那种萝卜？长工，你不是喜欢吗？走，老狼带你去挖。闺女儿，我随银狼进山一趟。我也要去。挖人参，哎，那是气运之子才有的待遇，他也要体验一把。顾老六看了眼天色，
然后又想到上次他进山后出的事儿，本想让他在家里待着的话也咽了回去。他们回来已经10多天，这段时间都没有人再找来，有可能是以为他们离开了。不过也不能不防，这次银狼发现人参的地方不近不远，就在隔了一座山的山窝里，他们走了1个半时辰才到。大白还在原地守着，顾老六凑近一看，那里不止1株，而是有4株。长安蹲下想直接连土一起收进空间，然后发现不行，收不进去，要一点点去挖，这就有点不人道了。两人撅着屁屁一点点的挖土，中间这株少说也有100年，2株小的应该也就30、40年份，另一株大的应该有80年。顾老六边挖土边告诉长安4株人参的年份。爹，你上次带回来的那株是多少年的？应该是60年份。他们挖到月上高空才算完工。长安把1家4口人参全部种到别墅的前院，暂时用不上就先种着吧。借着月色回到家，顾老六忙活给4郎收拾猎物，长安忙着做晚饭。他想煮个排骨汤，看着手里的玉米，突然想到他好像没有种，这种嫩玉米是做不了种子的。然后又默默召唤大爷，再次发现他成了狗不理。用空间里的高压锅煮汤特别快，再做一锅大乱炖。为了以防明年春雨爆发山洪，父女2个又开始着手修水渠。从小瀑布下面延伸出来的河道，长安开始的时候扩宽了一次，现在他们还要深挖继续扩宽，房屋的周围也要挖出排水沟，这是一项大工程。父女2人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干活，天黑了还没收工，真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。2人同时沉思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隐居生活，更不是他们想要的退休生活。累死累活干了2月，然后秋收又要开始了。1亩地的麦子全靠人手工脱粒，这有点费爹呀。收完麦子就收红薯，半亩地收了1200斤左右。等所有的庄稼都收完，又开始翻地，要把冬小麦种上。长安这时完全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不容易，他们这一点地都累得歇菜。等地里的活儿都忙完，他们又要准备过冬的柴火。长安 get 到了空间后院的好处，可以用来装木柴，所以父女俩进山砍柴都是就地把柴给劈了，然后全装进空间里。空间里要装，外面也要放，每次下山他们都会另外背2棵树回家，忙碌半个月，冬天的柴火算是够烧了。有了柴火，那当然少不了要给冬天储备肉类。去年冬天是有银狼他们投喂，总不能年年都让人家投喂不是？更何况小白还怀孕了，银狼需要照顾他媳妇儿。父女俩带上干粮和大白夫妻俩一起进山。大山深处物资丰富，除了打猎，他们还能捡些山货。他们遇见了2棵野生板栗树，把刺球全敲下来。父女俩蹲在原地剥了2天的板栗，然后挖了1棵树种到空间里。离板栗树不远的地方还有1棵野柿子树，个头不大，结了满满一树。摘完柿子，长安又把树给薅进了空间里。前期他们打的都是些小猎物，他们这猎打得有点远，翻过一座高山，那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那里有野牛、野羊，还有野鹿。爹，捡头牛回去耕地。多捡几头回去，牛肉挺好吃的。他们就像是老鼠入了米缸，就连大白和他媳妇儿都是狼眼放光。一群野生动物被他们追得嗷嗷叫着乱逃。郭老六杀了3头野牛，还绑了1头准备驯服了带回去。2人2狼在草原上待了4、5天，才带着牛回家。路上他们看到只猫头鹰站在树上，郭老六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就想上前让他2只眼睛都睁开。猫头鹰骂骂咧咧地飞走。爹，你干嘛？没事儿，就是好奇，他2只眼睁开会有什么不同？长安觉得这老六爹有时真的挺让人无语的。
他们走了6天才走出深山，然而他们从山里下来时，就看到菜园子的篱笆外站着7、8个人，在那儿探头探脑的，一个劲儿往房子的方向张望。哎，你们是谁？从什么地方来？想要干什么？我们是从前面那个小镇上来的，小镇失守，我们就想着找个地方安家。走走走，这里已经是我的地盘了，你们另寻他处去。这位大哥，我管此处还有空地，再建个2、3户人家也是可以的，还望大哥行个方便。再说大家住一起，人多热闹啊。我们不需要热闹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里经常会有刺客光顾，不想无故送命就离我们远点儿。三弟，还是算了，咱们再另外找个地方吧。他们可不想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又莫名在这个地方丧命。一家人在顾老六冰冷锐利的目光中离开小山谷。这么晚了，他们也不可能赶路，就去了外面的沙滩上过夜。冬天夜里的海风很冷，幸好他们有一块油布，支起来也能挡住些寒风。骡子的棚子有点小，关不住2个家畜，顾老六只好把野牛拴在外面。反正他们也是一直生活在野外，冻一晚不会有事。当天晚上他们就搞上了小烧烤、牛肉串、羊肉串，吃到饱。夜深人静时，有道黑影悄悄靠近长安家的菜地，地里还有大白菜没收回家。那人拔了2颗，站在原地纠结了一会儿，又弯腰拔了1颗。他抱着3颗大白菜，自以为静悄悄的没人发现，恰好被习惯了晚上出来溜达蹲点的银狼和大白看到，他俩低低的嗷呜一声。那人抬头看去，发现2对冒着绿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那人吓了一哆嗦，扔下大白菜跑路。明明恐惧的要死，却还是不敢尖叫。2狼见人跑了也没有追，低头看了眼地上的大白菜。这菜是他们长工家经常吃的，然后他们便把3颗大白菜拖回了院子里。长安早上起来就看到了院子里排排躺的大白菜，他以为是银狼懂事儿了，学会了帮他摘菜。早上做了个大白菜猪肉馅饼，然后再熬了一锅粥。早饭做好还不见老六爹回来，长安就出院子去找，正好看到银狼和他在菜地里蹲着，一人一狼头碰头，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大事。爹，回来吃饭啦！我知道了，有人来偷菜吗？今天晚上要还是有人来，你们就先留住他。他想有可能是昨天来过这里的那家人，也有可能是住在山里附近的百姓。不过没抓到人，不好下定论。顾老六觉得他们这个隐居的地方没有选择好。看看，不过是吃顿早饭的功夫，这又来了一家人，还是认识的人。怎么地，是没地方可去了吗？全都往这边跑啊！在这里看到顾老六和长安，林福成也很惊讶。他们一家3口先是到附近镇上，然后被追赶，他们这才跑进海岸。林家人身后还跟着一群陌生的难民，个个双眼放光地看向这个小山谷。不过没等林福成高兴，顾老六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就让他们离开。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。林福成的脸色僵了一下，而后又恢复正常。我们也是无意中来到这儿的，打扰你了。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，凭什么你能在这里，别人就要离开？人群里有人附和，他们都走了4、5天了，带的水都已经喝完，这一路上都没发现淡水，好不容易遇到个有淡水的地方，说真的，他们不太想离开。他们人多，还能怕他一个人不成？事实证明，他们人再多也没用。顾老六把4只狼给喊了出来。银狼，看着他们，有谁不离开，你们就咬谁。看到4只健壮凶狠的狼，那些人一下就哑了声，不敢再说话了。他们在4狼虎视眈眈的注视中，僵着步伐离开。林福成一家3口走在最后，他们没打算跟着那些难民一起，想就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
走上山的时候，他们就悄悄跟那群人分开了，一群人往另一座山脉走，林家人则是往另一个方向走。恰好是当初长安和顾老六走过的那个悬崖下，那里有户原住民，至今无人打扰。林家一家3口就在那户人家的30米外安家，成了人家的邻居。顾老六把不速之客赶走，又开始他的造船大业。长安想到他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傻样，很怀疑如果出海了，他们还能不能回得来。其实这海也不是非出不可嘛。爹，要不你还是坐个小渔船，在附近钓钓鱼好了。小渔船钓鱼不安全。有没有可能不是小渔船不安全，而是你这个人不安全？说的好像船大你就能不迷路一样。让他一个人在那玩，长安去地里收大白菜，准备腌咸菜。他看了下空间里的盐，如果每年都要腌咸菜的话，这些盐可能吃不到出山的时候。他们要么去找盐，要么就得用海水制盐。制盐他可不会，制出来可能会把自己毒死。他真是给穿越女丢脸了，干啥不行，干饭第1名。要不就少腌点咸菜吧，他们家就2人，也不是非得要吃咸菜不可是吧。地里的大白菜全收进了空间里，回到家里只拿了10颗出来做咸菜。早上喝粥当个配菜吃，也吃不了多少。平时有新鲜蔬菜吃，就不会想吃咸菜。突然想到家里的那头牛还没房子住呢。爹，先别忙活你的船了，给牛盖间房子吧。过几天再见吧，它不怕冷，没事的。牛想说，渣男，得到了人家就不珍惜了。行吧，冻死了直接吃牛肉，明年再去找一头回来干活。长安想着经常有人到这个小山谷里来，要不就在外面垒个围墙好了。不过他空间里的砖不够，那就全用土砖吧，趁着还没冷到不能出门的时候活干去。爹，你的船先放一放，咱们先做些土砖出来，把这个小山谷给围起来。那这是项大工程啊。吴后山上红薯地到对面山坡上的土豆地，再到谷底的麦田，得围一个大圈。虽然不太想这么做，但是闺女说要围，那就一定要围起来。圈起来也确实要更好一些。即将完工的船又被抛弃。顾老六觉得做土砖太费时间了，不如做好夯土墙的模具，直接夯土墙得了。长安看了下范围，确实如此，当即就帮着老六爹做夯土墙的模具，剁干草和黄泥。顾挑泥工长安上线，每天累得他都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。他们先从屋后红薯地开始，一路往下建，还未见到小山谷入口，就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。雪下的不大，积雪只有薄薄的一层。他们没有停工，黄泥有很多挖好的，不怕土冻住挖不动。他们日夜赶工，在大雪之前把山谷入口处的围墙建了起来。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扇门，是拆的景王府主院的院门，厚实得很，普通人是推不开的。雪下得太大，他们只好放下手中还没有完成的事儿，回到家里开始猫冬。当然猫冬前还得把牛棚建起来。冒着风雪忙活了2天，老牛终于住进了新家。长安从空间里拿出一部分肉给银狼他们，他们这个冬天储存的肉也是有银狼他们一份的。在这古代猫冬最是无聊，没有电子产品，他又不会绣花缝衣服，只能练功。他家老六爹倒是不会无聊，除了练功，他还会在冬天里做衣服，都是他自己的。长安的衣服全都是买的成衣，倒是不需要他费心。长安想吃酸菜馅饺子，冰箱里没有这种馅的，要现包。练完功他就进空间，外面太冷了，他没有动手做饭的动力。包饺子是个大工程，别人家2个人可能包20个就够吃，他们家没个8、90个，那是根本吃不饱，只能往多了包，不能少了包，不然他还得煮别的东西。饺子包好就一半上锅蒸，一半做水煮，
顾老六穿着单衣在雪地里练剑，突然一股香味飘入鼻端，双眸瞬间亮得像是有星光闪烁，速度比拆家后的二哈还跑得快。练剑？练什么剑呢？应该是吃饭最重要呀。他不喜欢吃酸菜，但是要是包成饺子的话，吃多少都行。然后长安就目瞪口呆的看着他炫完了80个饺子还意犹未尽的样子。长安默默地放下筷子，把他碗里剩下的5个也给了他。算了，他等一下进空间里再去弄点吃的东西吃吧。爹，你刚才练功都出汗了，记得要烧水洗澡，不可以就这样往炕上躺，不然你的被子会发臭的。顾老六摸摸鼻子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他不就是偷懒了一次，结果就被他给发现了。知道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这天夜里，他们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不知先生光临寒舍，所谓何事？来人就是父女俩在杀手盟见过的那位鹤发老人。受人之托。他把信交到顾老六手上，便继续喝茶。顾老六没有避讳，当面拆了信。信是那个胖盟主写的，信的意思是有人冒充杀手盟的人在外面为虎作伥，他们人小势微，无法与那人抗衡。那人就是从岭南起家的陈肃将军，现在他攻打下了南方地区，自封为王。杀手盟的人再怎么厉害，也抵挡不了千军万马，所以这仇我们一时半会儿是报不了了。其实陈肃他们找错了人，真正的五皇子出现了，实力比之他们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以雷霆之势3个月内收复北地3郡，估计那陈肃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多谢先生，不辞辛劳跑这一趟。樊锦先生向盟主带句话，歇事已了，在下不会再去打扰。老者微微颔首，表示话会带到。他端起茶碗一饮而尽，然后拱手告辞。行至门口时，他突然顿住，回头问了句：公子可想拜师修道？不想。年纪大了，没那耐心。听到拒绝，老者没有强求，眨眼就消失在门口。顾老六的内心毫无波澜，他关上门，跟长安说了一下信的内容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五皇子就是长乐。长安只哦了一声，便不当回事儿，回房睡觉去了。顾老六也打了个哈欠，踢踏着鞋回了房。不过这一晚上好像并不安生，临近天亮时，又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门。来人是林福成，他是为了粮食而来。顾兄弟，我此次前来是想向你买点粮食，当然是在你们够吃的情况下。那这些都可以卖给你，我家现在也只有这个吃。红薯你可以留2、3个当粮种，土豆可以多留几个，别全吃完了。他不知道现在外面的粮价是多少，林福成是知道的，他也没有占顾老六的便宜，都是按照新米的价格买。他得感谢顾老六，不然这个冬天他们一家3口只能挨饿过冬。2袋加起来有100多斤，收了银钱，顾老六就把种植的方法交给了他们。长安他们没有等到开春，天气晴好，没再下雪就出来干活了。当然牛也派上了用场，用锄头挖黄泥太费劲儿，给牛套上犁，省时又省力。父女俩继续他们的建墙大业。人家说的是修炼无岁月，他们是干活干的不知今夕是何夕，两眼一抹黑。等围墙都快建完时，他们才反应过来，春节早过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选打工人，工作使我快了？呸！要不是骡子和牛不会夯墙，他们肯定得让他俩成为天选打工处。围墙建好后，父女俩又砍来很多细木条，然后一段段砍好削尖，围着围墙插了一圈，就像前世人家的院墙上放玻璃碎片一样。这下迎郎他们进山都得走新开的后门了，他们要是敢往围墙上跳，可能就会变成串串狼。去年就种下了冬小麦，长安发现草长得比麦子还好，
他眼睁睁看着老六爹大手一挥，把本来就长得不怎么好的麦子当杂草拔了。爹，你老人家在想什么？虽然说庄稼长得好不好全凭缘分，但你这样是在亲手斩断缘分，都不给人家成长的机会。顾老六低头看了眼手上已经拔出来的麦苗，在土里挖了个坑，把它们种回去，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着长安。手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的眼睛是看着草拔的，手不听使唤。闺女儿，你看外面海面上是不是飘着个人呢？长安透过开着的山谷大门看过去，正巧看到一块木板上趴着一坨，距离太远，不确定是人还是什么。不知道啊，看不清。爹快干活，我们还有红薯和土豆没种呢，你还得要去山里卖红薯藤，事儿多着嘞。他起身跑出麦田，费劲巴拉地把大门关上。好了，现在看不到了。爹，没啥事就别开这扇门，重死了。知道了。从海上飘过来的人被从山上下来赶海的人救了起来，3个人抬着昏迷不醒的女人来到山谷，然后他们敲响了紧闭的山谷大门。有人在家吗？救命啊！带着你们带过来的东西滚！再敢停留在这里大喊大叫，全部都丢去喂狼！大兄弟，请你行个方便嘛，我们这里有个溺水的人，请你帮忙救他一命。我们家在山里离得远，没法带着他走那么远的路啊。你们脑子进水了还是被狗吃了？人是你们救的，送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关我们屁事儿！再不滚就剁了你们，扔到海里喂鱼。外面的3人无奈对视一眼。大哥，要不就把人留在这里，就不信他们不会出门来看看。不行，要是他们把他扔回海里，我们不就白救了吗？咱们3个轮流背回去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家呀。他话说完就蹲下，背上女子往山上走。还在地里拔草的父女俩根本就没注意外面的动静，就算他们把人放在大门口，他们也没打算出去看。地还没种完呢，哪有时间出去管闲事？所有活干完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。这天，顾老六背着满满一背篓红薯藤和30斤发好芽的土豆进山里出售去了。长安怕他把自己卖丢了，让银郎也跟着一起去，毕竟卖的是要种地里的东西，不宜太晚出门，要是到人家手上蔫了吧唧的，可能卖不起价钱。长安想跟着一起，老六爹不让，卯时就送他出门，然后回到家从空间里拿萝卜出来晒萝卜干，在晒萝卜干之前先腌一碗酸辣萝卜条吃一下。长安在家里忙吃的，顾老六在银郎的带领下赶路速度也快了不少，当天傍晚就找到了最近的邻居。那里住着8户人家，水源是他们自己挖出的山泉水。顾老六向他们推荐红薯和土豆，告诉他们如何种植，他还带了样品出来，有生的也有熟的。村民们吃过红薯和土豆后都想要买种子，但是价格比较贵，不是谁家都买得起的。这样吧，土豆按芽卖，你们能买几个芽，我就给你们切几块。红薯藤也按根卖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。土豆芽切好是要沾草木灰才能种的，你们拿点草木灰出来。村民没钱，他也没秤，说不定论斤两他还亏了呢，那就按个儿卖。村民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然后就是这一家10个土豆芽10根红薯藤，那家20个土豆芽20根红薯藤，买的最多的是30个土豆芽和50根红薯藤。天还没完全暗下来，你们有翻好地吗？有的话现在就去地里，我看着你们种，有不对的地方我好及时指正。大家觉得是这个理儿，地儿他们早就翻好了，就是没那么多粮食种子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顾老六先示范了一遍种土豆和种红薯的步骤，然后就让村民们自己种。等所有人种好，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他才离开。走之前告诉他们，以后收获了记得自己留种，如果你们要卖给别人，价格不能低于我的。还有就是在你们想当大善人之前，先想一下，你们的种子是从我这里花银钱买的。村民们听到顾老六的话愣了一下，
然后便议论开来。他的意思是我们留有2种，也可以卖给别人。啊，不过不能比他价格低。他能弄来这2种，说不定也能弄来别的。还是听话照做吧，不然以后有新2种，他不愿意卖给我们了，咋办？一个年纪稍大些的站出来说了一句：你们的2种，除了最亲近的亲人外，别人想要，记得都要收银钱。哎，记下了，七叔。愁眉不展的一群人在种下红薯和土豆后，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。顾老六带出来的红薯藤和土豆还有很多，为了赶时间，也怕红薯藤死了，顾老六和银狼在山林里飞奔。第2天上午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夏家，这里人多点，有12户人家。顾老六同样是现场指导村民们种下，然后又交代了留种的事儿。